各位慧命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主要探讨的有几个主题：宗教的由来以及宗教的本质为何？宗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宗教被污名化的历史背景，以及西方的改宗与东方的由宗差异性又在哪里？为什么郑教授会说宗教这个词是舶来品，水果和宗教是一个类概念？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听听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的精彩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慧命书院，我是王声文。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请到辅仁大学郑志明郑教授来跟我们讲一下灵学有关的事情。那可是今天呢，这一集我们讲的重点呢是十分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是宗教。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台湾一般的民间宗教。可是真正大家会不会心里在想一件事呢？什么是宗教？好，那我们想直接我们就请郑老师来帮我们阐述一下，到底我们信仰什么是宗教，甚至宗教最终的目的在做什么？宗教这个概念虽然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文献里面，我们没有宗教这个词。宗教这个词呢，是日本人根据佛教的宗跟教来翻译英文的 religion， 所以宗教这个词也可以说是舶来品，而且主要也是受到西方基督宗教的影响。所以因此当我们去谈到宗教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的基督宗教作为母体，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一些认知上的困难。过去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甚至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我们各种宫庙信仰不是宗教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因为宗教这个词事实上是用来专指基督宗教，所以如果说从基督宗教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那么我们东方的传统宗教都不是宗教，所以讲中国没有宗教，我想这个应该是蛮贴切的。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宗教？应该是说中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那么这样子就有语词的问题了。那么中国的宗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中国宗教最大的特征其实是没有名字的宗教。中国几千年来有宗教之实，但是没有宗教之名，也就是没有名字。好，这就是回到宗教这个概念宗教这个概念其实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抽象的概念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总和性的名词。所谓总和性的名词，就是说宗教应该包含人类各式各样的宗教形态。如果宗教只是在专指基督宗教，这样子它不是宗教的内涵。如果宗教是专指佛教，或者宗教专指道教，那只能说基督宗教、佛教、道教只是宗教的一种。当宗教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类概念。所谓类概念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只称宗教的一个抽象概念。这个好像很难懂。我常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来说，我常说水果我常问这个同学说，你们有没有吃过水果？同学都说有。我说错了，水果是不能吃的。不然你把水果拿来给我看水果就是一个类概念，它是把所有的水果的名称整合起来叫做水果。那我们吃的可能是水果里的一种，比如说芭乐啦、香蕉啦、凤梨啦、苹果啦那水果应该长什么样子？
有长的，有瘦的，有大的，有小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啊。但你不能拿苹果作为水果的母体，说，这个苹果就是水果。那么同样的，你不能把基督宗教作为母体，说啊，基督宗教就是宗教。所以我们要理解到，水果是不能吃的，能吃的是个别的啊，是各自独立的啊，就是你吃的一定要是实体的。从这样的一种类概念来说，那么宗教也是一样，宗教应该是包含人类自古以来所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宗教形态啊。好，这个就涉及到总称跟各称的问题啊。好，这个问题啊，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啊，就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这也是一个学术性的课题啊。这就在这个先秦时代有所谓的名家啊，名家就是公孙龙、惠施，甚至连庄子都列入在名家的讨论里面。好，名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论题，就是白马、灰马。马是一个类概念，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马，白马、黑马，还有大马、小马，种种都是马。但是马成为一个类概念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所以白马只是马的一种，它不能成为马的总称，所以叫做白马、灰马。所以老师照这样讲的话，宗教是总纲，那下面可能分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台湾民间宗教，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这个用水果这个概念，当然大家应该是很了解什么叫做宗教这个主题概念了。那我们再想了解一下，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知道有3大名言，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成就生命，理解生命啊。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在这方面来阐述一下？那怎么样可以达到宗教的这个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去追求啊，不管是基督教、佛教、道教，那怎么样我们去有一个追求呢，才能达到什么叫做终极呢？啊，这个宗教应该是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宗教啊，大致上都是指制度性的宗教。那制度性的宗教其实是比较后期发展而成的，大约是进入到文字时代，有了经典以后发展出来的。那因此我们看到的制度性的宗教呢，基本上都是根据经典而来的。比如说像基督宗教，它根据旧约、新约，它也就圣经。那佛教后来发展出佛经，那道教有道经，那儒家呢，主要是根据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形成的6经。这一类的后代制度化的宗教，都是进入到文字时代的宗教形态。那文字时代的宗教形态，当然已经透过经典的方式来弘扬宗教。那因此宗教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宗教来自于文字以前，那就是一般学术界所称的原始宗教。那原始宗教呢，可能发展成几万年、几千年，它包含的各式各样的崇拜啊，那有自然崇拜，有图腾崇拜，有祖先崇拜，有鬼魂崇拜啊，种种的各式各样的崇拜。好，这些后来各个民族都延续着它几千年的这样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崇拜。所以汉民族有汉民族的宗教，那么大陆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宗教，还有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延续着古老的各式各样的信仰跟宗教发展出来的各种宗教形态。所以宗教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核心问题。谈宗教，我们要谈的是宗教的本质，也就是说，宗教可以五花八门，宗教可以长得各式各样，但是它一定有一些特征而成为宗教。就像我们可以到非洲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部落的各个部落的原始宗教，我看到他们的仪式，我就可以确定他们是宗教。所以
所以有人问我说：“啊，那个崇拜飞碟的，相信有外星人来地球解救人类的，这一类的团体，算不算也是宗教啊？”另外啊，还有一种啊，自称为他是灵修，他有高灵来指导，但是这一类的团体，他往往啊不认为他们是宗教。所以他们现在啊有一种最新的说法，就是非宗教。那这些非宗教的团体啊，他们说他们不是宗教的时候，就显示了他们非常的高级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量的这些宗教团体，他们说他们是非宗教呢？甚至很多大量的这些宗教团体，他们号称他们是最科学的。甚至可以称为是科学式的宗教。那这个事实上有一个历史背景啊，那就是西方在启蒙运动以后啊，宗教被污名化，所以啊，宗教啊，一般提起的宗教，就想到了它是非科学的，是迷信的。所以因此很多人认为，当他说他非宗教的时候，他就成为最高级的宗教。其实它本身还是宗教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定那些自称为非宗教的？我们又怎么判定他们一定是宗教呢？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最分歧的部分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集要从宗教谈起？因为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各种观念的纷争会继续的纷争下去。那么我们在讨论宗教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办法去对准焦点，因此我们就会产生了许多失焦的状态。而这种失焦的状态啊，在我们现代社会啊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要讲宗教，我们要去理解宗教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宗教核心的本质就是宗教意识到人的生命。意识到人的生命不是有限的，这可能回到早期人类的生存面对的死亡，死亡以后人会去追问生命到哪里去了呢？死亡以后人类还有生命吗？好，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因此人类要追问人的生命是什么？人的生命可不可以跨越有限而无限长存？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呢，人们意识到的生命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啊，在学术上就称之为叫终极。什么是终极啊？终就是始终的终，也就是最终的终。极呢，就是到的极点。就是最终到的极点。一般我们就说有始有终，回到生命来讲，就是有生有死。那死的极点是什么呢？或者死了以后，生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而这个永恒的问题，就引申了终极这个概念。好，那么终极这个概念啊，其实是在说明有一个无限的生命的存在，而这个无限生命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灵。所以灵啊，其实就代表的终极也就是代表的无限的生命。而任何的宗教都是要去发现的人生命的那个终极的源头，然后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想要去寻找生命的源头。这种寻找啊，我们称之为叫寻根。就是说人类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只顾着现在活着，人类要问生命从哪里来，所以生从何来，然后生命死了以后归向何处。这个追问就扩大了生命的内涵。这个追问，人就意识到灵。灵其实代表的就是终极，而每个宗教，任何的宗教，都是要去强调那个终极的生命，而任何的宗教都要去
认识终极、理解终极跟成就终极。所以大家听了老师的解释之后，有没有想到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慧命书院？其实我们就探讨的就是宗教的终极的目的。那甚至我们就是这个灵学，如何的教导大家，让大家提升呢？我们的灵的这个感性跟知性。那我们刚办完了宗教博览会，那老师也知道，我们听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在讲，台湾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它的这个宗教团体是最多的。那甚至呢，在世界各地说，如果你要调查一下这个灵机调查一下所有的这些的活动，那可能都要到台湾来。那老师对现在的这个灵机呀，甚至现在的这些宗教团体，那可不可以用短短的10分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让怎么样的发展会更好呢？好，那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不承认它是宗教呢？比如说从西方传进来的很多新时代 New Age 的这些灵修团体，他们有承认高灵的存在，也不断的在做自身生命的修持跟突破。其实这一类的团体，他已经意识到了终极的存在了，所以他们在追求终极。那么追求终极就是宗教，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是宗教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的宗教形式化了，掉落在各种形式僵化里面，所以他们希望摆脱这些僵化的形式，直接回到最初的原点上来。好，那这个在西方宗教它很重视形式，所以我们宗教可以分成2种，一种就是西方宗教。他们虽然有上帝，但他也发展成教会种种，他们有很明确的这种宗教组织，所以他们的那个形式非常确定，所以因此就让人家误以为一定要有很确定的形式才能称为宗教。但是我们东方就不一样，东方有儒释道，那儒释道虽然也有宗教形式，但是它的宗教形式不是很固定的，而且呢不是必要的所以因此佛教的在宗教形式上可以学儒家的，可以学道家的，同样的道教在形式上也传承了中国周公以来的礼乐文化、礼乐制度。而且呢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宗教没有入教仪式你是拜祖先的，你就是宗教徒你不需要任何形式来限制你必须信的教，你才是宗教徒。这就是东西方最大的不同。所以因此西方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组织运作以及宗教形式，而中国虽然有宗教形式，但是宗教的形式是模糊的，但是它有很强烈的信仰的对象。所以儒家有对天地、对祖先、对圣贤的崇拜跟信仰，道家有对道的崇拜跟信仰，佛教有对佛的崇拜跟信仰。所以他信仰的内容是很明确的，但是教的形式是很松散的，这就是2者的差别好，那么因此我们的儒释道并不是那么壁垒分明的，在传统文化的教化下，其实我们的传统社会就形成了3教合一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3教社会，也就是我们同时受到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的种种宗教思想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吸收了3教的各种宗教形态，但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是非常自由的，也就是我们会采综合的方式融合在宗教信仰之中。所以我们的民众我们称之为信徒，其实信徒最好的称呼就是善男信女。我们有很多的善信男女，常常有很多人问我说，善信男女信什么教？善信男女信的不是西方那种基督宗教，善信男女信的是我们传统社会的儒释道。但是善信男女在信仰上是最自由的，
什么样的宗教内容，只要合乎他信仰的需求，他就可以把它纳入进来，融合进来，发展出自己的这个信仰的一套。所以因此我们东方社会的民众在宗教信仰上是最自由的。好，这种最自由的民众啊，当遇到基督教的时候啊，基督教非常的头痛，非常的头大。为什么？因为他好不容易啊，招募了好多人来信，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让他来信基督教，但是没多久以后，这些信徒又游走出去了，又去拜祖先，又去拜神明，然后又去到处游走，他觉得你们这些东方的人怎么信仰这么不虔诚啊？那这个就是至少啊，宗教可以分成2大类，一类就是西方的宗教。那西方的宗教啊，这个牟宗三老师把它叫做以教定宗，就用宗教的形式来规定宗教的内容。那我们东方的宗教啊，牟宗三老师啊，把它称之为叫依宗起教，依信仰而可以发展出宗教的形式，而这些宗教的形式呢，它可以是多样综合的。因此，人类的宗教可以分成2大类。一个可能就是我信唯一的神，我就排斥其他的宗教。当我信唯一的神，我就不可以回家祭祖先，我就可以不能吃拜过的东西。但是另外一类，我有信仰，但是我在宗教形式上，我可以是跨越在各种宗教形态的不同。好，这个也是另一个主题啦，以后我会深入的谈。其实这就涉及到西方的改宗跟我们东方的游宗的不同。西方的改宗啊，就是说他小时候啊可以没有选择性，所以他可能1、2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去受洗啊，去选定的这个教父啊，然后他就从小到大跟着父亲信基督教。不过西方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他允许信徒改变。因为从小是你没办法抉择的，是父母帮你决定的。长大了以后，你可以决定你是要继续信基督宗教呢，还是要改信其他宗教呢？你有自主权，这个叫做改宗啊。那这个也是因为西方它有入教仪式，但是它允许你长大以后自己决定改变仪式，但是改了以后啊，你也不能到处游走了。你改变了以后也要择一而终啊，这也就是西方的那个婚姻的概念了。所以最好是娶一个老婆，择一而终。但是可以离婚的话，最多也只能离1次婚。但是传到我们东方社会就不一样了可以结很多次婚，也可以离很多次婚。其实这都是误解了西方在宗教信仰上所形成的那个婚姻制度。那同样的，我们宗教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结婚的问题，也就没有离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入教仪式嘛，所以任何宗教我都可以信任何宗教我都可以不信。因此我也可以我一辈子在各个不同的宗教领域里面到处游走，我也可以同时信好几个宗教。所以因此我们在东方社会在算教徒的时候，不算西方一个人头可以算得很清楚我曾经去做调查台湾的这个基督教它有多少信徒，我到各个总会去调资料，他们可以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数字，这个数字可以算到个位数这个是西方宗教。但回过头来你问东方的宗教团体，你有多少信徒？有哪一个团体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大致上都是孤立的。你问一贯道大概几百万人，你问佛光山有多少信徒？几百万人。你问慈济功德会有多少会员？虽然他会员收钱也收得很明确了，但是他也很难算到个位数，他也只能告诉你几百万或者1000多万但是有一个问题各个宗教团体爆出来以后怎么比台湾的人口还多这个现象其实在亚洲普遍的现象。日本他们做过调查，因为日本新兴宗教也很多，然后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也很多，他们很明确的叫每个宗教把他们明确的信徒数字报上来
结果报上来上面一加，发现所有的数字加起来是超过他们日本人口的7倍。日本2亿多，那有10几亿宗教人口。那台湾没有做过这种正式的去调查啦，不过我们把各个大型宗教团体，它的这个信徒人数加起来，总和大概超过台湾人数的几倍，甚至10几倍、20几倍。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比日本人更由衷啊！那有些算是说你有来捐钱就算是信徒，那台湾人很大方啊，到处去捐钱啊。所以因此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很多信徒啊，而这些信徒都是交叉重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理解我们东方的概念。而我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在信仰上是一个自由体，是一个自由人。这一点就是跟西方宗教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西方的宗教概念认为这种信仰的自由人，他们认为不是宗教，所以因此他会认为我们传统社会没有宗教。但是我们要回到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概念，回到一个包含的概念，一个能够包容的宗教，它才能够促同宗教之间的融合、交流以及交通。所以过去我们讲3教合一，后来民国以后有佛教、有伊斯兰教，以后我们讲5教合一。到今天我们民间的宗教，我们讲万教合一。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宗教，而这样的宗教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宗教。所以照老师这样讲，其实最后的时间不多，那可是老师的理论其实就是游宗游宗就是当然叫做游走的宗教，这是简单的解释，其实就是是不是台湾的民众我今天觉得我需要财神了，我就去财神的信仰，我去给他拜拜；我就要平安了，我去土地公庙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的时间，我请老师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游宗，作为我们今天结束。游宗其实它是从终极来的，有一个终极的信念，那形式上是可以多元多样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什么是终极。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老师。由郑教授在节目当中的精辟解说里，我们可以知道宗教这个词是舶来品，名家的经典论述白马非马，制度性宗教是从各教经典发展出来的。宗教核心的本质就是宗教意识到人的生命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中国宗教拥有有实无名的特色，终极这个概念说明有一个无限生命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灵。人类要问了，生命从哪里来？所以灵其实就代表着终极，也就代表着无限的生命。而每个宗教，任何的宗教都要去认识终极，理解终极，跟成就终极。万教合一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宗教。感恩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